我们能不能飞出银河系呢？夏天晴朗的夜晚，我们会在天空中看到一条乳白色亮带，这就是银河。它从天空的东北方向向南，横跨天际，宛如奔腾的急流，一泻千里。我们看到的银河，其实就是银河系的一部分。地球和太阳也是位于银河系之中的银河，是银河系距离我们较远的那部分。银河系究竟有多大呢？目前，科学家通过观测认为，银河系的直径大约在10万到18万光年。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棒旋星系，呈椭圆盘形。银河系的巨大盘面叫做银盘，银盘的平均厚度为2000多年。银河系中心叫做银心，厚度约为1万光年。银河系1965年，克劳修斯提出了一个概念，熵上是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一。它的物理意义代表着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通俗来说，熵代表着混乱程度。克劳修斯认为，在孤立的系统中，分子的热运动总是会从原来集中有序的排列状态，逐渐趋向分散混乱的无序状态。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自发过程中，熵总是增加，这就是著名的熵增定律。熵增定律被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称为是科学界的第一法则。熵增定律被称为是物理学界最绝望的发现。熵增定律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也就是说，热量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是不可逆的。简单来说，宇宙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而这种变化都是从有序向无序，自发的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发展。宇宙的秩序处于不断崩塌和混乱之中，而这种过程不可逆转。因此，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爵士让熵称为时间之石，代表着宇宙万物都逃脱不了熵的腐蚀，最终走向寂灭。从大爆炸到如今，我们的宇宙熵值一直在增加，这就代表着宇宙能量一直在处于流动状态。当某一天熵值在我们宇宙达到一个最高值，就代表着宇宙内部达到一种完全均匀的热动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代表着宇宙完全混乱，整个宇宙会完全分解及秩序降至最低点，成为没有任何形状和结构，不再发生分化的死机状态，没有任何生命可存活，最终完全死亡。这就是科学家对宇宙未来的这种预测，他们称这种形态为热寂。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一个封闭系统，地球上的能源是有序的，热力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我们想要烧开热水，必须要使用木材燃烧，当热水变凉，我们还需要继续使用木材，木材又来源于土地和光合作用，而封闭的地球接受不到太阳的热量注入，也就是说，地球很快会达到一种热寂状态，没有能量可用，所有的能量趋于一种平衡状态。想打破这种平衡，必须从系统之外获得能量，不然地球就将进入热寂，生命无法生存，秩序陷入混乱崩塌。而我们将目光放大到整个宇宙，当若干年过去，可能是100亿年，也可能是1000亿年，当宇宙热力达到平衡的时候，宇宙就会陷入永恒的哭泣，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除非有另一个宇宙或者时空对我们宇宙提供新的能量。但是以我们的认知，宇宙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这个封闭的系统终将会走向灭亡。这就是《三体》中神奇文明归零者所研究的话题，探究宇宙的终极归宿的增加如何逆转。所以对于歌者文明向地球扔2项箔，在桂林者等神奇文明眼中只是小打小闹，无关痛痒。而熵增定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著名的物理学家薛定谔曾在《生命为何物》中谈到，一个生命体的熵是不可逆增加的，当区域接近最大值的危险状态，那便是死亡的到来。生命体作为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要摆脱死亡，从物理学的观点看，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汲取富士，来抵消自身的熵增加。有机体是依赖负熵为生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宇宙万物的法则是通用的。宇宙的归宿，也就是人类的归宿，不可逆转，不可违背，除非我们能够逃脱出这一维度。但是对于我们如今的文明来说，依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太阳位于太阳系的中央，8颗行星围在太阳的身边转动，它们之间一个挨着一个的排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情形。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还有一个小行星带。在一些科幻电影中，小行星带通常被描绘成是一场凶险的地方，那里到处是横冲直撞的小行星，稍不留神，右侧飞船就会被小行星撞个大窟窿。这是我们对太阳系的初始印象。太阳系真的如我们看到的这样拥挤不堪吗？真相并非如此，太阳系很空旷，空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真实的太阳系空间。我们从3个方面聊一下，太阳系中有多少天体呢？目前天文学家在太阳系中已经发现了8颗行星、5颗矮行星、230颗卫星。
大约12万颗小行星，4100多颗彗星，这些都是太阳系中已经发现的天体。然而太阳系中的数量要远大于此，在太阳系中发现的小行星，绝大多数都来自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天文学家估计小行星带聚集了50万颗以上的小行星，在海王星轨道外侧的柯伊百带也是一个天体密集分布的区域。柯伊百带类似于小行星带，但是它要比小行星带宽20倍，而且质量是小行星带的20到200个亿。天文学家22米，在太阳系的最外层有一个球状云团，它是50亿年前形成太阳系的那片星云的残余物质，并包裹着太阳系。科学家把它称为奥尔特云。奥尔特云距离太阳十分遥远，在这里看太阳，太阳已经变成了一颗十分普通的星星了。沃尔特源是一个巨大的冰库，它是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1975年发现的威斯特大彗星就来自奥尔特云。科学家估计，奥尔特云里面可能有1000亿颗彗星，总质量大约是地球的5到100倍。太阳行星卫星、矮行星、小行星彗星，加上可以保带和奥尔特人中的天体，这些就是太阳系中所有的天体成员了。太阳系中有数量如此多的天体，它们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太阳系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而直接或间接围绕太阳旋转的天体，都是太阳系的成员。那么太阳系有多大呢？目前太阳系的大部分仍然是未知领域，因此太阳系具体有多大，科学家还无法得出结论。如果以太阳的引力场可以超越周围恒星占主导地位的引力范围作为太阳系边界的话，太阳系的半径大约是2光年，大约19万亿公里。如果以阿尔特云作为太阳系边界的话，太阳系的半径范围大约为 0.8 到 1.6公斤，约为 7.5 万到15万亿公里。前面提到的威斯特大彗星远日点距离太阳大约 1.1 光年，它是目前已知最遥远的太阳系天体，就来自奥尔特云。不管是以太阳引力范围，还是以奥尔特云作为太阳系的边界，太阳系的大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曾经拜访过冥王星的新视野号探测器，速度达到了 21.219 公里每秒，时速76388公里，它只需14秒钟就可以飞过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但是新视野号探测器越洋快的速度飞出太阳系，至少需要11200年。太阳系中包含了这么多的天体，那么太阳系的质量有多大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太阳系的总质量仅仅是太阳质量的 1.0014 倍，也就是说太阳占到了整个太阳系质量的 99.868%。大行星卫星、矮行星、彗星，那么太阳系中的其他天体的质量加起来仅仅占到了太阳系总质量的 0.14%。可以说太阳系中除了太阳之外几乎是空无一物了。科学家经过计算得出，太阳的质量大约是2乘以10的30次方千克，是地球质量的33万倍。简单的计算一下，太阳系中除去太阳后剩下的天体的总质量大约是 2.8乘以10的27次方千克，这其中木星的质量大约是2乘以10的27次方千克，占据了 71%， 土星占了大约 20%， 海王星和天王星一共占了大约 4%， 以地球为首的4颗类地行星占了 0.4%。 这样太阳系中的8大行星占据了太阳系除太阳以外的质量的 95.4%， 那剩下的 4.6% 的天体为太阳系中的卫星、小行星、彗星等天体所瓜分。太阳系中的大部分物质都集中在了太阳和8大行星少数天体上。假设太阳系的半径范围为1光年，那么太阳系的平均密度为 5.64乘以10的-19次方千克每立方米，地球上的空气密度都要比它大2万亿倍。这么看来，太阳系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啊！太阳系空旷的让我们难以想象。那么太阳系究竟有多空旷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了解一下，我们把8大行星并排放在一起，会是多大的一段距离呢？我们把8大行星的平均直径加起来看一下，木星的直径是139822公里，土星的直径是116464公里，天王星的直径50724公里，海王星的直径49244公里，地球的直径12756公里，歼星的直径12103公里，
火星的直径6779公里，水星的直径4880公里，总共是392772公里。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38.44万公里，近地点距离是36.33万公里，远地点距离40.55万公里。因此将八大行星并排起来，完全可以放进地球和月球之间。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海王星是距离太阳最远的一颗，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45亿公里。如果把八大行星都放进地球和月球之间，那么太阳到海王星这方圆45亿公里之内就没有多少物质了。现在你是不是对太阳系的空旷有所了解了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银河系究竟有多大，我们能不能飞出银河系呢？夏天晴朗的夜晚，我们会在天空中看到一条乳白色亮带，这就是银河。它从天空的东北方向向南横跨天际，宛如奔腾的急流，一泻千里。我们看到的银河其实就是银河系的一部分，地球和太阳也是位于银河系之中的银河，是银河系距离我们较远的那部分。银河系究竟有多大呢？目前科学家通过观测认为，银河系的直径大约在10万到18万光年。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棒旋星系，呈椭圆盘形。银河系的巨大盘面叫做银盘，银盘的平均厚度为2000多年。银河系中心叫做银心，厚度约为1万光年。银河系是包括太阳在内的1500亿到4000亿颗恒星共同的家园。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到18万光年。科学家观测的数据误差怎么会这么大呢？原因就是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这句诗说明了，科学家要得出银河系的准确直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在地球上观察银河系，是从银河系的内部观察的，这样我们要测量出银河系的准确直径是非常困难的。观测银河系还不如观测距离地球254万光年的仙女星系来的容易些，因为我们在仙女星系的外面可以很直观地看清它的全貌。为什么科学家说人类或许永远也飞不出银河系呢？这样认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银河系太大了，而我们人类的速度又太慢了。我们距离银河系边缘有多远呢？科学家通过观测认为，地球位于银河系中一条叫做猎户之地的咸地上，这里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有26400光年。如果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的话，那么我们距离银河系的边缘就有23600光年。23600光年对于人类来讲可是无法逾越的距离，人类的速度太慢了。就拿朱诺号木星探测器的速度来讲吧，每小时264000公里的速度算是人类达到的最快的速度了。然而朱诺号飞行1光年的距离差不多需要4100年，可想而知我们要飞到23600光年的银河系边缘需要多久？需要9600多万年。而人类一生才多少年？我们怎么可能会在宇宙中飞行9600多万人呢？如果我们提速呢？物理定律决定了我们的宇宙飞船是不可能达到光速的。我们达到光速的一半怎么样呢？这样我们也需要花上47200年的时间。但是每秒钟15万公里的速度，我们人类真的能够达到吗？我们总不能依靠科学幻想来实现吧？现在我们是不用想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科学家认为，如果宇宙飞船能够以接近光速飞行，那么时间就会被压缩，宇宙飞船中的时间就会变慢。因此宇宙飞船中的宇航员会觉得他们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来到了银河系边缘，但是在地球上等待消息的人却实打实的度过了24000年。这意味着这些探索银河系边缘的宇航员们返回地球的时候，地球上已经过去了48000年。或许地球上的人已经不记得了，大约5万年前有一批地球勇士动身前往银河系边缘的事情了。但不管怎么说，人类要想走得更远，只能提速，最好把速度提到接近光速。然而这种接近光速的旅行就意味着你和你所熟悉的一切做永远的诀别。飞出银河系就是离弦的箭，没有后退可言。难道走出银河系就没有别的进路可查吗？科学家提出过虫洞理论，虫洞就是连接两个遥远时空的多维空间隧道。通过虫洞连接的时空就像是一张纸，两边被折叠起来一样，一下子近了许多。然而虫洞仅仅是一个理论，科学家至今还没有发现虫洞存在的证据。虫洞到底存在吗？
还真不好说。如果未来人类不能把宇宙飞船的速度提升到光速，那么我们就连探索银河系内的世界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我们只能在地球上或者是太阳系中老老实实的待着了。银河系中也可能存在着众多外星文明，可他们也受到速度的限制，无法到达地球。这样我们彼此永远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了。速度和有着的巨大空间把我们牢牢地锁在了地球上，因此我们人类要飞出银河系真的是很难。再说了，我们为什么要飞出银河系呢？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人类能不能飞出银河系而飞行吗？我们飞到银河系的边缘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就飞回地球了，我们总得有个合理的理由和目标吧？这个理由和目标就是我们离开银河系要到哪里去呢？距离地球最近的银河系以外的星系是大麦哲伦星系，距离地球 16.3 万光年；小麦哲伦星系距离地球21万光年；仙女星系距离地球254万光年。离开了银河系，我们的下一站就离我们还很遥远。这样，人类有勇气飞出银河系吗？你觉得呢？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喜欢这个视频就来个3连。